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舒肤系列小教室。我是摩羯座的皮肤科医师，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凤仪宋医师。接下来我们这个月还是会继续谈到敏感性肌肤，谈到酒糟肌肤跟脂漏性皮肤炎、青春痘一些正确的保养方式，帮助你们好好的过这个暑假。好，一堆人讲说保养品看成分表就可以了解。好，下一章。第一个，我们这样说哈，在这个世界里面，虽然我们知道政府有规定保养品一定要有成分表，可是你确定厂商的成分表是诚实吗？如果它的成分表不诚实，你能够真正得到藉由成分表知道它的真正答案吗？对不对？下一章。好，假设厂商的成分表都很诚实，这个我们知道台湾厂商都很诚实嘛，对吧？可是你知道，比如我们就说好了，那个成分表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玫瑰萃取物，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它的玫瑰萃取物是从鲜花上面萃取下来的，还是把整个玫瑰树这样子全部切完，然后打碎以后切下来，对不对？你不知道。所以玫瑰萃取物它其实是有等级的，我们至少知道它有工业级，然后医疗级、化妆品级，有好几种等级，对不对？不同等级它有不同的杂质啊，对吧？然后不同的等级有不同杂质，你现在知道等级了，事实上我们的成分表不会标等级啊。想象一下，台湾的政府真的了不起，就是把那个等级都标出来，基本上现在目前的法规是没有了，他没有告诉你比例啊，所以他跟你讲玫瑰精油1% 跟玫瑰精油20%，它的效果是不一样，可是我一样可以告诉你，我放了人参萃取物。对了，人参萃取物是有效果啦，可是人参萃取物它总要有一定的浓度才有效啊，那它没有给你比例，你知道吗？好，现在我们知道有比例了，你知道。我在保养品里面放了葡萄柚萃取物，对吧？看起来维他命 C 很多。葡萄柚萃取物，你知道葡萄柚萃取物跟那个我们吃的抗胆固醇药物会产生交互作用吗？你有没有听过农民历上面有那个喝酒吃柿子，落晒的传说，对不对？不管对或不对哈，他告诉你，真实世界里头有很多东西会有交互作用。交互作用意思是说，你用了玫瑰萃取物，可是你再用了某种防腐剂或再用了某种的酸，它可能产生不可预期的效果。你确定厂商都知道吗？那我们现在谈完了综合作用，我跟各位讲一个实际我遇过的那个业界例子，很有趣。厂商在制造过程中，我们也帮他做了肌肤监测，做得非常的好，然后整个的过程都很安全，这样，然后他就准备要上市，于是他去测罐子。你知道他测完罐子以后，罐子就溶解。我们觉得玻璃罐子最安全，对啊，玻璃罐子是细做最安全。结果他的玻璃罐子他也不能用，然后我们就帮他找了好久，到现在还在找。然后厂商就跟我们说了一个笑话，说我的东西很好，这样可是不能放在塑胶里面，不能放在玻璃里面，不能放在 PE 里面。我们到现在还很头痛，所以就算你知道了看起来的整体的作用，你还是不知道罐子的溶出啊，对吧？所以我们来讲，看成分表，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对，要不要看成分表？可以看哈，可以看哈。可是你站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个人认为它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它最多只能表现出厂商很合法的遵照政府的那个规定。想想一下，过去这几年来我们打的疫苗，这些疫苗规定很严格，然后它也标示很清楚。可是我们仍旧出现了一些不可预期的心肌炎哈，不可预期的关节发炎。我没有要指责这些厂商，现实世界里头所有的东西到最后，只有现实才是见真章。我们给你的建议很简单，也许你到现在觉得我们讲肌肤监测已经听到都快耳生长茧的了哈。对了，耳朵长茧，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罐成分表下来，不管它是怎么样的东西，它要经过成分，它要经过比例，它要经过杂质，它要经过一大堆东西，最后就算它要安全，你还有罐子溶解这些有的没有保存的问题。其实你就把它擦在脸上，然后拍个照嘛，然后做显微照相，你只要擦了以后没事。就像我常常跟病人讲，这件东西好不好，你吃下去不会拉肚子就是好的，拉了肚子就不好，不是吗？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所以成分表可不可以理解保养品？不可以，成分表是没有办法理解保养品的，它只能呈现厂商有没有照政府的规定做，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效果。你看我们这么认真给你看了这么多的证据，对吧？然后相信你对皮肤的显微证据、皮肤的科学照顾应该更有经验。那欢迎您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舒肤系列小教室，然后把它介绍给你更多的朋友。好，我是摩羯座的皮肤科医师，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凤医师，我们下次见。